Hello， 歡迎收睇 Chichi11 分享德國生活啊！大家睇下，噔噔，呢個係我新嘅工作室，而家咧就裝咗一個非常之 modern 嘅燈啦，仲有呢一盞。不過 anyway 啦，我今一集嘅重點咧唔係要介紹我新嘅 studio， 而係要同大家分享一啲留學嘅經驗啊！咁如果咧你有興趣咧嚟到德國留學或者去歐洲留學啦，都好咧，咁呢一條影片咧就非常之適合你睇啦。咁所以咧，你哋一定要睇呢條影片睇到最後啊！喺呢一條影片開始之前啊，記得按 subscribe 同埋撳埋隔離嘅小叮當，咁就唔會 miss 咗所有有趣同埋有用嘅 tips 噶啦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即刻開始。咁我之前留學嘅時候有發現咗我自己做錯咗啲咩呢？嘅第一點就係、咁我喺歐洲讀書之前咧，咁我就認為咧喺歐洲度買電器咧係非常之貴嘅，咁所以咧之前就喺屋企咧就帶咗啲風筒啊、熨斗啊，咁就諗住咧喺呢一度唔使買啦。點知過到嚟歐洲嘅時候，尤其是德國咧，你就會發現啊，呢度嘅電壓啊，佢嘅插頭制式咧其實係好唔同嘅。咁就例如香港同澳門咧，我哋係會用到呢一個三腳扁頭嘅，咁就同英國一樣嘅制式啦。咁我部 laptop 咧就喺香港買嘅，咁但係嚟到咗德國之後咧，咁大家唔知有冇留意咧？呢一度其實就係雙腳圓嘅頭啦。屋企帶咗電器過嚟嘅話咧，咁我每一個電器咧就要額外要加多一個變壓器定係一個轉插。當然咧，佢嘅電壓制式咧其實都一樣嘅，220W。咁所以我就建議大家各位留學生喺你嚟德國留學嘅時候咧，千祈唔好帶咁多家庭電器過嚟。其實咧喺德國呢度買電器咧都係好平嘅，德國嘅電器咧其實係好出名噶嘛，所以你喺呢一度買翻德國嘅電器咧係比較好。咁呢一度嘅電器行又有邊幾間呢？咁最大間嘅咧就係 Saturn 同埋 MediaMarkt。咁 Saturn 咧就係最大嘅 ，MediaMarkt 就第二。咁 Saturn 咧，你其實可以去自己去佢嘅電器行度揀啦，揀啱為止。基本上係非常之大間，好似一間超級市場咁樣大噶啦。再加上啊，你唔使喺屋企帶電器過嚟啊，你嘅行李啊又唔會超重，又唔使煩咁多啊嘛。所以咧呢一樣咧係我之前冇留意到嘅，同埋唔知道嘅。咁我而家咧就俾大家呢一個 tips，去到留學啊，去到出行啊，不外乎4樣嘢就係衣食住行啦。咁衣服方面又有啲咩 tips 俾大家呢？大家都知道係香港、澳門啊或者亞洲咧，咁就濕氣比較重嘅。咁濕氣比較重咧，到冬天嘅時候咧，大部分嘅人咧都會買羽絨。相對於喺歐洲，尤其是德國嚟講咧，呢度咁乾嘅天氣咧，咁羽絨其實唔係太過適合。而且羽絨係真係好貴嘅，咁對於一啲留學生嚟講咧，我會建議大家咧喺呢一度買呢啲叫做乾濕褸或者係防風外套。咁裏邊咧，其實我自己會係建議去買 Uniqlo 嗰啲叫做 Heattech 嘅，好似我而家着嘅咧，其實係喺 Uniqlo 買嘅，其實已經係好保暖嘅啦。因為咧呢度如果唔係好大風嘅情況下咧，佢嗰種凍咧唔會刺入骨嘅。為咧買一件咁大嘅羽絨褸，一方面又要貴，另一方面咧就太壓頂咧去搬屋嘅時候咧，會係好麻煩一件事。咁所以咧，大家對於衣服嚟講咧，一定要買一啲叫做 Heattech 嘅內衣內褲。咁其實已經係好保暖噶啦。咁就一方面有慳位，另一方面咧又唔會破費啦。第三點咧，咁頭先就講咗衣啦，咁而家就到食啦。咁食嘅方面啊，又有啲咩問題咧？住喺鄉下啦，唔係住喺城市嘅同學啦，咁有可能咧一個禮拜咧先會去買一次食物嘅。咁你每一次買食物咧，你可能會買一個禮拜嘅餸菜，因為同人哋一齊住嘅時候咧，個雪櫃比較大。但你有時候咧買得太多嘢食嘅時候啊，你可能咧唔覺意咧就過咗佢嘅食用最佳日期。咁喺歐洲咧，每一個 package 每一個肉類或者蔬菜，佢哋上面咧都有一個最佳食用日期嘅。咁如果你 miss 咗嘅話咧，有可能佢已經變壞啦。咁我就唔知而家係咪咁樣啦，但係以前聽講咧就係咁，佢就將所有已經包裝好嘅食物咧，可能擺喺個冷藏嘅地方度雪，佢哋就會將佢解凍，就打最佳食用日期，咁就拎出嚟賣。咁賣完之後，可能過咗呢個食用日期咧，佢就會變臭噶嘛。咁我就擺咗喺雪櫃嗰度，囤積咗一個禮拜，可能又唔記得咗，或者過咗2-3個禮拜唔記得咗咧，或者冇留意到個食用日期咧，佢嘅嘢食就變壞咗咯。咁我就覺得，哎呀，每一次變壞咗咧，咁我就只可以拎去掉咧，咁就好浪費錢啦。睇完呢條影片咧，我真係勸奉你有一個做法，好簡單。
去檢查一下雪櫃有冇啲咩肉係你仲未想食或者仲未想煮，但係佢仲有1日就要過期嘅咧，你可以即刻將佢放入去冰箱，同埋咧你可以擺得耐啲。我哋去完個超級市場買嗰啲麵包翻嚟，可能過咗1個禮拜咧就唔食得噶啦，佢就會變水啊，定係發毛啦。咁你都可以擺去冰箱嗰度冰，因為我哋喺歐洲咧，大部分嘅人咧佢哋煮食咧都會有一個焗爐。佢嘅焗爐咧係非常之好用嘅，一方面可以攞嚟解凍，另一方面咧可以攞嚟焗麵包。咁我就將嗰個結咗冰嘅麵包咧，可以直接擺落個焗爐嗰度焗翻熱佢，咁就可以攞嚟食，咁佢就一樣係咁脆啦，咁佢就唔會發毛啦。衣食住，咁而家就到住咯喎，咁就係屬於我第4個。但係咧，大部分嘅大學咧，佢哋未必會提供住宿，尤其是你讀嗰啲咩語言學校咧，佢當初一開始咧都係需要你自己去揾屋嘅。所以你要留意翻你嘅學校有冇提供到住宿俾你。但係如果好不幸你要自己揾屋嘅話咧，咁你就要諗你究竟係要住一間 studio。咁 studio 嘅意思咧就係好似一間自己一個廚房、自己一個單位，但係就好細間嘅單人房，定係或者啡機咧就係同人哋一齊住。我自己覺得咧 studio 咧雖然係貴少少咧，但係咧你就唔使同人哋磨合，同埋唔使好似做 interview 咁樣咧，去同一啲 flatmate 咧去交流啊。咁你可以直接俾貴少少租咧，咁你就可以有一個自己嘅單位。住 studio 咧已經包晒嗰啲叫做咩燈油火蠟啊，或者係所有你需要嘅嘢啦。咁但係咧，如果你住飛機咧，問清楚佢究竟你嗰個房租係唔係 farm 嘅意思咧？咁有 cold 同埋 farm， 大家都知道 farm 係暖 cold 係凍啦。咁 farm 嘅意思咧就係包咗叫做水同埋 heating 咧就係暖爐，有時候咧會包埋啲行政費嘅。但係 farm 咧你要留意喎，問清楚佢喎，未必會包你嘅上網同埋包電費嘅喎。因為咧我之前試過有一間去睇屋嘅時候咧，有一間房咧佢係冇家私嘅，係完全係得個空嘅房間。咁你就要自己買家私。咁通常咧買家私唔係一個問題，搬家私先係一個問題。因為咧冇家私嘅房間呢一方面，你又要重新去買一啲家私。咁你買完嗰啲家私，咁你係咪拎去掉定係捐咗佢出去咧？咁你唔住嘅時候，咁又點算咧？所以咧最好咧就喺租嘅廣告、租房間嘅廣告嘅時候，你要睇清楚佢有冇叫做 Möbliert。最緊要咧就係佢嘅 Anmeldung 咧，因為你入咗境之後，定係2個禮拜到3個禮拜咧，你一定要去到市政廳或者係房屋署嗰啲，咁你一定要去登記你嘅地址，話俾你聽你已經入住咗德國噶啦，咁你所以做到你嗰啲銀行帳單啊，或者係嗰啲交稅啊 whatever 嗰啲嘢，咁你先至可以算係 settle down 喺德國嘅。我就發現嗰陣時有好多個單位咧，其實佢哋有暗地咧就話唔好意思啊，其實係唔可以俾你做呢個 Anmeldung，唔可以俾你登記地址嘅。咁所以咧你就要睇清楚同埋問清楚可唔可以登記地址。如果唔可以登記地址咧，都唔好掂啦。咁到最後行嗰方面，咁又發生啲咩事呢？咁我之前咧就懵盛盛啦，咁去到德國咧就發現原來呢度坐車咧係冇閘嘅。咁冇閘嘅意思咧，咁又點樣買飛呢？買飛咧其實係有2種方法嘅。一種方法咧就係可以喺地鐵站嘅門口咧，嗰度就有部機，你就要篤。咁你買飛咧，你要小心啲，唔好篤到咩小童或者係殘障長者人士嗰啲飛喎。咁你一定要係篤嗰啲叫做成人飛。喺唔同個城市，例如 Berlin 同埋慕尼黑咧，佢哋嗰個松，咁呢一度叫 ABC 松，但喺慕尼黑咧，佢哋可能1、2、3、4、5，咁所以你要留意翻你嘅城市，佢嘅松又有啲咩唔同，同埋點樣計，因為每一個州嗰個實施嗰個狀況又唔同嘅。咁我以柏林為例啦，我哋最中心咧係叫 AB 松。A 或者 B 啦嚇，我哋通常買 A、B 就已經夠㗎啦。但係如果你去到機場嘅話咧，你就要買埋 A、B、C 松。但係留意喎，佢哋有一張飛咧係叫淨係 B、C 松嘅啫，就 exclude 咗 A 嘅。咁如果你住嘅地方咧，其實係市中心的外圍。咁嗰度有可能係 B 松，咁如果你淨係喺外圍度行，又去機場，咁就係買 B、C 松。咁我之前咧就試過買錯飛啦，同我朋友，我哋3個咧就買咗 B、C 松，但我哋嗰陣時其實喺 A 松入邊，就係喺非常之市中心。咁有人就上嚟 check 飛咯，雖然咧就冇閘嘅，但係間唔中咧就有啲 controller 咧。
咁佢哋就會上車，咁就突擊檢查你有冇飛。咁你就算點解釋都冇用㗎，你話我哋其實係啱啱到埗，我哋咩都唔識㗎，其實佢哋就唔理你㗎啦，咁就罰你60歐定70歐，唔同城市嘅罰嘅價錢唔同，咁你就無謂你一定要檢查清楚。仲有啊，如果你買嘅係單程票呢，或者日票呢，你一定要 check in 嘅你嗰張飛。你嗰張除非你用手機 app 啦，你用你個手機 app 咧，你買完之後你都要 activate 佢，佢先至係真正開始俾你用嘅。飛冇 activate 到或者你冇攞到你嗰張紙本飛去打卡，咁基本上咧佢都係當你冇飛嘅狀況，咁你都可能會俾人罰60至70歐羅咁樣咯。同埋有一樣嘢，如果你已經 settle down 咗，其實你唔使每一次買飛，你可以買月票，起跳咧就係日票、星期票、月票甚至年票。當然啦，月票同年票嘅價錢咧，其實係非常之大嘅折扣，同埋你差唔多日日都要坐車嘅話咧，你盡早可能就買個月票。所以咧，我自己建議，如果你買月票或者買年票咧，最好嘅方法咧都係用返紙本版。紙本版咧可以去車站買又得，每一個火車站或者係地鐵站咧都會有個地方可以俾你買飛嘅。好啦，講到呢一度，大家又有啲咩疑問咧，可以喺下邊留言板度寫低俾我聽，同埋大家記得 CLS comment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嘅朋友睇，呢一條影片非常之實用，同埋如果你仲未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 嘅話，記得 subscribe 埋呢條影片嘅 channel， 咁就唔會 miss 咗每一個有趣同埋實用嘅 tips 噶啦。好，我哋下次再見。仲有呢一度有2個影片非常之適合你睇噶，記得點擊入去，咁就可以繼續收睇落去。